好闺蜜重生了。她红着眼跟我说，高温末世7天后就来，让我封囤物资。等我砸光100万身家，把深山防空洞改造成固若金汤的安全屋，囤满一整屋生存物资时，她却突然哈哈大笑，说全是骗我的。我望着满仓物资，手足无措的瞬间，却没料到末世真的来了。自从我拿下30万项目奖金，和我既是闺蜜又是同事的姚静，就像彻底变了个人。午饭不再和我搭伴，合租回屋后更是对我爱答不理。直到这天半夜，我被一阵急促的尖叫猛地惊醒，刚从床上坐起，就看见姚静跌跌撞撞从她房间冲出来，满脸惊魂未定。见我出来，她一把攥死我的胳膊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：芷若，你听我说，高温末世还有1个星期就要来了，你现在抓紧时间囤物资，再不囤就来不及了。高温末世，你是不是做噩梦了？不是噩梦，是真的。芷若，你一定要信我，上一世末日来的时候，咱们俩就是在80度的高温里被活活热死的。她浑身抖得厉害，说话颠三倒四，眼泪顺着脸颊不停往下掉。她断断续续给我讲着末世后的惨状。小区旁的人工湖不到3天就被晒得露出干裂的湖底，超市里的水和食物被疯抢一空，最后我们俩就在合租屋里活活被热死。看着她崩溃到几乎要跪下的样子，我想起了我们从高中到现在10几年的情谊。大学毕业后，我们一起进了同一家公司，合租在一起。这些年，2个外地小姑娘在这座城市相互陪伴支撑，早就把对方当成了最亲的人。我没法不信她。总之，你赶紧去准备物资，多囤水和耐放的食物，发电机、冰柜、隔热材料全都得买。钱不够就去借，各大平台能借多少借多少。现在钱就是废纸，活着才最重要。她说完就转身回房收拾东西。10分钟后，背着一个巨大的登山包出了门，临走前还不忘回头死死叮嘱我，找个靠谱的地方当庇护所，别选人多的小区，容易被盯上。看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，我后颈一阵发凉，对末世的恐惧死死攥紧了我的心脏。我必须做好万全准备，一定要在这场高温末世里活下来。我从小在孤儿院长大，这些年靠着工作和兼职攒下的钱本就不多，为了囤物资，我咬着牙在各大借贷平台周转，凑出了60万，加上刚发的项目奖金和之前的积蓄，手里整整凑出了100万。我没有丝毫犹豫，立刻打开手机便签列囤货计划，最终密密麻麻记了整整10几页。接下来就是找庇护所。我们现在合租的小区在市中心，人流量大，楼层又高，一旦断水断电，上下楼都成问题，更别说偷偷囤积海量物资。这时我突然想到，小时候经常去玩的一处废旧防空洞，它地处偏远山区，附近人烟稀少，还天生冬暖夏凉。想到这里，我悬着的心终于安定了几分，掏出手机继续补全囤货清单，打算天一亮就出发去寻找防空洞。第二天一早，我直接给公司人事发去了辞职信。刚拿到项目奖金就辞职啊？我们这破庙装不下你这大佛了。我没有理会人事的奚落，毕竟现在活下去才最重要。我甚至都不稀罕要最后1个月的工资，因为末世7天后就要来了，到时候钱只会变成一串没用的数字。我关掉手机，背上背包就出了门，出租车转公交车，公交车转3轮车，最后再徒步上山。一番折腾下来，我终于找到了儿时记忆里的那处防空洞。只是这防空洞现在被藤蔓遮得严严实实，看起来破破烂烂的。我拿出随身携带的小刀，清掉门口的植物，然后打开手电筒向里面走去。穿过一条长长的隧道，我到了防空洞深处，通道尽头分成了一左一右2条路，左边是一处相对较小的洞穴，刚好可以当做卧室和活动区域，而右侧走进去后，我才发现里面格外开阔，足足有300-400平。这个区域完全可以用来囤放物资，但这里荒废太久，必须联系施工队来整体改造。摸清防空洞的布局后，我立刻以打造网红特色民宿为由，联系了施工队，最终和施工队约好，他们下午先过来看现场。趁这个间隙，我去山脚下租了一个仓库，当做物资的临时中转站，连房东院子里停的一辆小货车我也一并租了下来。吃过午饭后，我带着施工队的2个工头进了防空洞，他们在里面转了一圈，满脸疑惑：你确定真要改成民宿啊？又得铺砖又得改电的，工期至少半个月。师傅，我加钱，我没有半句废话，你们能不能多叫点人赶工？主要先做隔热和防潮，后面的我自己慢慢弄。2人商量了一下，开口道：加5成工钱，我们调人过来，保证4天内把基础改造弄完。我付完定金后，2个工头就开始测量尺寸，我陪着他们边干活边敲定我的改造规划。2个小时后，2位师傅下山了，我转身就直奔最近的粮油批发市场。刚到市场门口，闺蜜姚静的视频电话就打了过来，镜头那边的背景乱糟糟的，好像在仓库里。芷若，你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？隔热一定要做厚点，物资也一定要囤多一点，千万别心疼钱啊！你看我刚买的这么多压缩饼干。那你记得赶紧找安全的地方。你谁呀？我话还没说完，手机里就传来一阵男人催促的声音。我刚想问怎么回事，姚静就猛地挂断了电话。我也没多想，收起手机，径直走进了批发市场。我找了2家店，把提前列好的粮食清单分别发了过去。真空包装大米1000斤，小米200斤，黄豆、绿豆、红豆各100斤，中筋面粉1000斤，压缩饼干200箱，真空挂面500斤，大豆油50桶，盐和糖各100斤。付完定金，我把仓库地址留给了他们。紧接着，我又在网上联系了同城供货商，下单了400箱饮用水、100箱自热小火锅、100箱全口味罐头，还有50箱螺蛳粉、酸辣粉、泡面这类速食。从粮油市场出来，我直奔太阳能发电板商家，买下了他们最新款的耐高
温太阳能发电板，这下防空洞的电力来源彻底稳了。为了以防万一，我还额外买了几台柴油发电机，储备了足量的柴油。天黑下来的时候，我回到了和姚静合租的出租屋，屋里黑漆漆的，空无一人。或许他也在为即将到来的末日拼尽全力做准备吧。粮食和能源类物资已经准备的七七八八，剩下的生活用品网上批发显然更划算。我打开购物软件疯狂下单，从日常用的牙刷、牙膏、卫生纸、卫生巾到不常用的蚊香、蚊帐、电风扇、无人机，但凡能想到的全买了个遍。看着手机里满屏的99家代发货，我心满意足的睡了过去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就被送货电话吵醒。我撑着惺忪的睡眼开车到仓库，签完收货单，结清尾款，就在附近的早餐摊美美吃了一顿油条配豆腐脑。刚吃完饭，施工队就发来防空洞的现场照片，工人已经全部到岗开工。我给师傅回了个 OK 的表情，转头就开车去了附近的屠宰场，新鲜猪牛羊肉各买了200斤，又添了几十只处理好的鸡鸭鹅。从屠宰场出来，我猛地一拍脑门，防空洞还没装大门，这么关键的事我竟然差点忘了。我立刻开车赶往门窗市场，一连跑了好几家，终于找到了能定制异形防爆门的店家。老板说加急的话5天就能安装好，现在距离末日还有6天，刚好赶得上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一直在查漏补缺，把之前漏掉的物资一一补齐。而这几天里，姚静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，连一条消息都不回。我也没多想，只当他为了末世准备，太忙太累了。几天后，防空洞改造彻底完工，门口的防爆门也安装到位，而我租的仓库已经被货物堆得满满当当，几乎放不下脚。我兴奋地开着小货车上了山，只见一堵崭新的30厘米厚不锈钢防爆大门稳稳立在防空洞门口。此时距离姚静说的高温末日还有2天多的时间，我租了一辆小叉车，用这2天时间把所有物资全部搬进了防空洞的仓储区。看着眼前堆成山的物资，我心里满是实打实的安全感。接着又花了半天时间，把卧室区域布置得温馨又舒适。连日高强度的劳作累得我直不起腰，我一头扎到床上准备歇一会儿。我掏出手机，想再试着联系一下姚静。现在距离他所说的高温末日只剩不到1天的时间了，不知道他那边准备的怎么样了。可这时一个疑问突然冒了出来，按常理来说，气候异常之前总会有预兆，比如持续升温、反常天气之类的。可这几天市区一直是30多度，和往年夏天没什么两样，甚至连一场暴雨都没下过。会不会是姚静记错了？又或者末日根本就不会来？可一想到和姚静10几年的情谊，我又立刻笃定他不可能骗我。我在防空洞里等了整整几天，预想中可怕的高温末日迟迟没有来，姚静也始终没有回过我的消息。我决定冒险回一趟出租屋碰碰运气，看能不能遇到他。刚回到出租屋，我就听见了姚静的笑声，他竟然真的回来了。芷若那个傻子，笑死我了！他竟然真以为高温末日会来，看小说把脑子看坏了吧？真的假的？我就说了，平时让他少看点小说，你知道吗？他竟然真的囤了一大堆物资，手里的钱全花光了。我准备敲门的手瞬间僵在半空中，整个人如遭雷击。什么意思？难道高温末日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他骗我的？火气蹭的一下冲上头顶，我一把推开了他房间的门。姚静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怎么不敲门啊？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高温末日是假的？你都听到了。他脸上没有半分愧疚，反而满不在乎。本来就是跟你开个玩笑，谁知道你真的当真了？你这几天出门不就是去囤物资了吗？谁跟你说我出门是买物资？我只是去我朋友那里玩了几天而已。可是我视频里看到你囤的那些压缩饼干了。你傻？我就是找了个压缩饼干的工厂，跟你打个视频电话装样子而已。怪不得那天打电话会传来男人催促的声音，原来人家是在赶他走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为了戏耍我，他竟然能做到这种地步。芷若，凭什么项目奖金给了你，却不给我？明明我也参与了项目开发。所以你就嫉妒我，设这个局，想让我花光所有的钱。我都说了是玩笑，谁知道你还去接待了？芷若，要怪就只能怪你自己太傻。看着他脸上那副戏谑的笑容，我瞬间全身瘫软，大脑一片空白。10几年的闺蜜情，终究还是抵不过人性的贪婪与阴暗。我像个行尸走肉一样，回到了深山里的防空洞，看着自己精心打造的庇护所，里面有多温馨，现实就有多讽刺。我一头埋进被子里，无助的放声大哭，哭着哭着就睡着了。或许是这段时间太累了，这一觉我竟然睡了整整2天。第3天，我才精神恍惚的醒过来。我走到仓库，盘点着满屋子的物资，强打精神告诉自己，大不了开个小超市，把这些东西慢慢卖出去，总能把窟窿填上。这么想着，我伸手拉开了庇护所的大门，一股灼人的热浪猝不及防的扑面而来。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怎么会这么热？感受着洞外几乎要把人烤化的高温，我猛地关上了大门。不对劲，这温度绝不可能只有30几度。我慌忙打开手机，屏幕上赫然显示，此刻外界的温度已经高达49摄氏度。而从昨天开始，官方已经连续发了5条高温红色预警短信。看着近几日温度疯狂攀升的折线图，一个大胆的念头在我心里炸开，或许高温末日是真的要来了。我回到卧室，疯狂刷新着和高温相关的新闻。一开始网络上还全是大家对反常高温的普通吐槽，可随着医院热射病就诊患者呈爆炸式增长，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不对劲。我记得前几年宾市最高也就35度啊，怎么今年热成这样？对啊，
我是冰室土著，从小到大冰室就没超过36度。网上已经有人开始建议大家多囤物资，可绝大多数人都只当是玩笑，根本没放在心上。愣神间，手机铃声突然炸响，是姚静。芷若，看到高温来了，你是不是特开心？这就是个短暂的天气异常，高温末日根本不可能出现。等温度降下来，你那笔贷款还不是得乖乖还？不过你要是现在跪下来求我，看在多年闺蜜的情分上，我能给你介绍几个大老板。听筒里全是他得意洋洋的嘲讽，可姚静不知道事情的走向正朝着他最不屑、最恐惧的方向一路狂奔。高温降临的第5天，外界气温已经飙升到了60摄氏度，网络彻底炸开了锅。开着空调跟没开一样，吹出来的风全是热的。医院人满为患，路边的汽车接二连三发生自燃，城市各个角落的火灾通报在屏幕上刷个不停。有网友发视频吐槽，只是碰了一下暴晒后的铁窗，手心直接被烫出了水泡。很快就有人抛出了最致命的担忧：大家都开空调降温，用电量这么大，万一电网扛不住怎么办？结果一语成谶，帖子发出还不到5分钟，整座城市开始大面积停电。停电之后，密闭的房间瞬间变成了蒸笼。有人说自己在屋里差点被热晕，有人急中生智钻进冰柜保命，还有人泡在灌满水的浴缸里降温。可冰柜里的冷气总有耗尽的一天，浴缸里的水终会变热，没有人能逃得过这无孔不入的高温。好在我的防空洞藏在深山里，本身就比外界低10几度，就算不开空调也能稳定在28、9度。高温第7天，气温已经逼近70摄氏度，向来淡定的姚静终于慌了。她出租屋里的物资本就少得可怜，停电之后用水量激增，物资更是捉襟见肘。她终于忍不下去，给我打来了电话。芷若，我之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你看高温末日这不就来了吗？你赶紧过来，把我接到你的庇护所去。她连半句寒暄都没有，语气里带着不容置喙的强硬。接你？我怎么接你？我只觉得可笑。开车？你可真敢说！现在外面60、70度，汽车开出去没几分钟就得爆胎自燃去接你，跟送死有什么区别？哎呀，芷若，我们可是10几年的闺蜜啊！再说了，要不是我告诉你高温末日要来的消息，你现在能在庇护所里舒舒服服待着吗？我们是10几年的闺蜜，是曾经掏心掏肺的至交好友。可她就因为嫉妒我拿了项目奖金，就编出重生末世的弥天大谎，怂恿我掏空身家，背上巨额贷款建庇护所、囤物资。现在高温末世真的来了，她反倒成了邀功的人。可她忘了，如果高温没有如期而至，我的一辈子早就被她这场恶毒的玩笑彻底毁在还不清的债务里。想让我救她做梦。接下来的几天，外界温度一路疯涨，很快就逼近了80摄氏度，而我的防空洞靠着顶级隔热层和24小时运转的空调，温度始终稳稳锁在20摄氏度。我每天躺在柔软的床上，啃着冰西瓜，吃着囤好的零食火锅，日子过得安逸又舒坦。而姚静那边，自从上次撕破脸后，就再也没联系过我。但我太了解他睚眦必报的性子，绝不可能善罢甘休。之前囤物资时，我无意间跟他提过一嘴防空洞的位置，这段时间我心里总悬着一根弦，生怕他会疯了一样找过来。可转念又放下心来，外面近80度的高温，普通汽车开出去没几公里就会爆胎自燃，他就算有天大的本事，也不可能平安闯到这深山里来。这天，我刚从冰箱里拿出一盒牛肉卷，正准备做炖肥牛饭，手机上的监控软件突然弹出了警报，我心里咯噔一下，立马放下手里的东西，点开了洞口的监控画面。画面里防空洞的大门外竟然停着一辆履带挖掘机，而姚静和她男朋友正坐在驾驶座上。男人停稳车，姚静抓起一瓶矿泉水，整瓶从头上浇了下去，对着监控嘶吼：芷若，我知道你在里面，赶紧开门，否则别怪我对你不客气。没想到他竟然真的疯到开着挖掘机闯到了这深山里，可我半点不慌，外面近80度的高温，他们就算躲在挖掘机里也撑不了多久。见我迟迟没有回应，姚静朝身边的男人使了个眼色，男人立刻启动挖掘机，巨大的铲斗缓缓抬起，狠狠朝着防爆门砸了过来，哐当一声巨响，门板剧烈震动了一下，却连半道裂痕都没出现。男人皱紧眉，又操控着铲斗狠狠砸了第2次，结果依旧纹丝不动。就在这时，地面突然唰的弹出一圈铁丝电网，挖掘机的履带刚好死死压在电网上，强电流瞬间传遍整个车身，挖掘机当场就被电得冒起了黑烟，彻底熄了火。姚静啊姚静，真当我只装了一扇门？这电网功率虽不算顶大，可这挖掘机在高温里跑了一路，发动机早就超负荷到了极限，这一下电机直接成了一堆没用的废铁。开车的男人也被电流波及，强撑着从车上滚下来，抱着仅剩的矿泉水和姚静一起躲到了旁边的树荫下。我给姚静发了条消息，别白费力气了，这防爆门里加了3层钢筋混凝土，地基深扎2米，就你这破挖掘机根本砸不开。姚静看到消息，当场气得把手机狠狠摔在了地上。男人慌忙捡起手机，拉着姚静的胳膊，急声劝：我们现在没水没车，再耗下去迟早被热死，快跟他服个软，说不定他能让我们进去。服软？我凭什么服软？姚静一把甩开他，眼神怨毒地盯着监控。当初要不是我告诉他高温末世要来，他能有现在的好日子过。下一秒，他突然像是想到了什么，对着监控疯狂嘶吼：芷若，你的太阳能发电板就装在防空洞顶上吧！你现在要是不放我们进去，我们就把你的发电板全砸了，到时候我看你怎么办。听到这话，我心里猛地一沉。我确实把太阳能发电板装在了防空洞顶部，那里视野开阔，能最大限度接收阳光。为了方便检修，我还特意装了个简易爬梯。当初囤物资的时候，我随口跟姚静提过一句，没想到他竟然把这
这点记到了现在，用来当威胁我的筹码。监控里，姚静已经拎着撬棍，指着防空洞顶部，跟她男朋友低声说着什么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很快冷静了下来，转身去仓库拿了一把提前备好的复合弓弩、2包清凉贴，还有1桶矿泉水，贴好清凉贴。我学着他们的样子，把冰水从头上浇下去降温，带着武器从检修口爬到了防空洞顶部。我掏出一部备用手机和手里的主机，接通视频通话，放在了隐蔽的角落，充当临时监控。没一会儿，手机里就传来了2人踉踉跄跄的脚步声，还有粗重的喘息声。他们拼着命爬到了太阳能发电板的放置区，又赶紧拧开仅剩的半瓶水，往身上倒了点降温。姚静，这是我们最后的水了。怕什么？用这发电板威胁芷若，他一定会开门的。说着，姚静拿起手机，对着发电板拍了张照发给我，再次嘶吼：芷若，我们已经找到你的发电板了，最后给你一次机会，到底让不让我们进去？我死死盯着视频通话的画面，没有理会他的叫嚣，看着2人一步步走进我的射程，我眼神一凛，就是现在！嗖的一声，弩箭破空而出，精准射中了男人的胳膊，男人惨叫一声，直挺挺倒在了滚烫的地面上，瞬间就被烫得脱了力，再也爬不起来。下流，下流，你醒醒！姚静吓得魂飞魄散，转头对着我的方向尖叫：芷若，你疯了！你也想变成他这样吗？我冷冷的声音顺着风传了过去。芷若，算你狠，我下次再来找你算账。姚静彻底慌了，连地上的男人都顾不上了，拖着被晒得虚脱的身体，连滚带爬的往山下跑。我切回洞口的监控画面，只见姚静刚跑出去没多远，就一头栽倒在了滚烫的地面上，再也没有起来。庇护所里安逸的日子过得飞快，不知不觉就过去了6个月。这半年里，外界的极端高温没有半分好转，手机信号彻底断了，我只能靠着一台收音机捕捉外界的零星信息。这天下午，我正坐在餐桌前，切着煎的焦香的牛排，配着冰镇西瓜汁，过得好不惬意。突然，原本滋滋啦啦的收音机里传出了一阵清晰平稳的播报声。这里是国家官方应急广播，官方已于数月前启动最高级别应急响应，组建专家专项研究团队。我手里的刀叉瞬间停下，整个人都坐直了身子，屏住了呼吸，深入研究极端高温的成因与应对方案。目前，研究团队已成功研制出新型高温防御技术，配套新型隔热材料正在加急量产。原来这大半年里，官方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，他们一直在所有人看不见的地方拼尽全力为我们寻找活下去的出路。我看着洞外依旧灼人的日光，嘴角慢慢扬起了笑意。我相信，用不了多久，人类终会在这场极端天灾里闯出一条全新的生存之路。